神尊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要去山林族看望灵犀吗？还是要去子午崖看望云峰上神？可否带上小仙呢？神尊，你就带上小仙吧。或者，你下一个禁足令，让13不要再来寻小仙了。那日，你重伤在身，小仙一时悲伤情动，与他这个稍稍亲密了一些，没想到他会错了意，自己写了一封婚书送到了司命殿。神尊，这婚姻大事岂可当儿戏啊？他现在还在我司命殿中坐着呢，我都不敢回去。神尊，只有你能管管他了，管管他，可否？神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袁同将军，运气挺好啊！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对你不离不弃。灵犀仙子，灵犀仙子，你熬了一晚上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不用了，我就留在这里，陪着我母亲。要陪，也不差这1日2日的，有老奴在，国主不会有事的。你还是先回去休息，待休息好了再来也一样。那就有劳婆婆了。小福，去准备一间客房，给灵犀仙子用。是。母亲，我明日再来。灵犀仙子，你先在这里休息，有何需要随时唤我。阿莫，你暂时先住在这里，国主未醒，不宜大兴土木。等过阵子，
我专门修一座寝殿给你。不用了，这里挺好的，不必这么麻烦的。你是我们的公主，这一切本就该属于你啊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好了，见到你就都好了，你别替我担心。之前的一切，都谢谢你了。我们之间需要说谢字吗？要说的，之前的林墨不清楚，可如今的灵犀却明白，那时你是用性命在护我，一句谢谢，太轻了。阿莫，我们之间需要这么客气吗？我娘亲，她会行吗？会的。那就好。我与她分别了5万年，没想到我经历了那么多，老天又让我回到她身边，这也算是我的福气了。阿莫，你以后的福气还大着呢。我初来乍到，母亲又病着，昏睡不醒，很多事都得劳烦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和国主君臣一场，还是有情分的。阿莫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补偿你，代表灵月国主，代表我自己，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把你曾经失去的都补偿给你。说吧，那个贱人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说啊！公主，前几日国师在殿外见了她，还带她见了国主。她是来自桃林的小仙，名叫灵犀，据说是国主失散5万年的亲生女儿。神尊，你还在这儿？是。他还好吗？每日2次雷击之刑，怎会好呢？他法力深厚，自幼被师父打大的，区区2道雷刑，不碍事的，别放在心上。他要在这里石封1000年，你打算日日守在这儿吗？他是因为我，才被封禁在此。我除了陪着他，其余的什么也做不了。你这样自苦，他也未必开心。天君为人公正，不会徇私，也不会错判。你与云峰犯下大错，害死1众天将，因而受罚。这是因果，逃不掉的。你若想赎罪，也应该对着众生，而不是对着云峰。你是乐伯医仙的弟子，也是药王洞的医官。你的医术，在这9重天上，也是让人称道的。你若这1000年都要颓废地守在这儿，不下凡行走，行医救苦，也不回药王洞行医治病，那你就枉费了云峰的一番苦心，
也辜负了你的神职。青瑶明白了，多谢神尊指点。你是聪明人，不许本尊，你也会明白。有些事不能改变，便要坦然接受。你生而为神，行善尽责是你的本分，莫要忘了。是。他突然变得这么安静，我还有些不习惯。对了，神尊，你见到灵犀了吗？感觉他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见到他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分不清他是灵犀还是灵墨。灵犀和灵墨本就是同一个人。凡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：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5万年前，我在刚渡劫回来的时候，也是浑浑噩噩了一阵子。经常午夜梦醒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凡间的事情，想念凡间的爹娘、家人、夫婿，觉得他们才是我的亲人。凡间的生活不过几十年，生老病死，喜怒哀痴，往往都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执着。但无论是圆满还是遗憾，都是完整的一生。不像在这里，一成不变，亘古不改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明白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只要是用了真心，情便是真的。天族的亲朋也好，凡间的爱人也罢，都是我们的亲人。我们生而为神，受造化眷顾，能够有多一次的机会去体味七情六苦，这是大幸，不必自愧。你的意思是要我等？既然神尊都不能接受，更何况是灵犀呢？灵墨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即便他现在回来了，想起了一切，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心里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有些不舒服。所以神尊，你要多费心了。多谢。我义父呢？死了。没想到你们还能翻盘反杀，当真厉害。国师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众号早就该落得如此下场。哼！若非念你曾多次暗中相助宝清公主，此刻你也该死。假情假意。看好他，等候国师发落。是。你干什么？宝清公主是公主，灵犀仙子也是国主的女儿，凭什么不能进去？女儿？母亲还没醒，我怎么知道你是真是假？攀龙附凤、趋炎附势的人我见得多了，
之前仲浩造反，母亲身陷险境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？现在倒是巴巴的来了。我只是想来探望母亲，并没有别的念头。你有别的念头也没用，本公主在这儿，轮不到你在这儿献媚。灵犀仙子，宝清公主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。吴婉，你好些了吗？你呀，如今冲破了九臣对你的禁制，变得这么大，一顿饭，怕是50碗都不够吃了。公主，公主，我在园子里摘了几颗好吃的果子，你尝一尝啊。那个果子只有你喜欢吃，你家公主却是吃不得的。为何？她是火环一族，喜食酸食。这个果子还没有成熟，酸涩无比，也只有她才喜欢吃。看你这两日闷着，找了本书给你。医书。医术，我们山灵族中人大多是神鸟一族，我族的医术也与外族不同，你可以研究一下。你是自幼就喜欢医术吗？我小时候并不喜欢，我爹打我都看不进去。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有人护着吧。不学医术，不认真修习，凡事都有爹和师姐可以倚仗。程燕呢，又是桃林一霸，蛇虫鼠蚁见了我呀，都绕着走，所以可以随性度日，终日懒散着也没什么。反而是到了凡间，就有了兴趣。可能是觉得学点东西会有安全感吧。那就别看了。你现在在这里，也一样可以随性度日，也有倚仗，也会有安全感。现在却是真的有兴趣了。你看，你族中人的经脉运行的确和别族不同。是我们族中人。他们两个在花园里有说有笑，聊得很是开心，感觉他们就像天生的一对儿。别说了！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国师还未审讯过此人，绝不能让他死在这里。先救人再说。开门。好。启禀国师，清源逃走了。一击毙命，守卫毫无反应之机。
你上次来查看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吗？属下立刻派人全力追击亲缘。不必了，仲浩已死，一个小小的亲缘，翻不起什么水花来。程烨，程烨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把我姐给抓回来。你去抓青瑶姐姐，你不要命了？她才是不要命了，整日就在四无崖，有家不回，天宫也不去，哭哭啼啼的，我都快不认识她了。你别去，青瑶姐姐伤心着呢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去了，会被她打死的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我叫你放开我！姐，青瑶姐姐。你还敢来？宝清公主，国主需要安静。公主，小仙先告退了。无一辛苦了。婆婆，我母亲今日可好些了？还是老样子。给我母亲医治的，一直都是这位巫医吗？那是我们山灵族的巫医，医术高明的很，可不比你们天族的医仙差。新鲜的水果啊！花伞，卖花伞嘞！滚！家边的手滚！花伞。滚！奶奶，奶奶，臭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要到我的门上来了，我还做不做生意啊？老人家这样晦气！奶奶，看什么看？臭要饭的！下次再来，我打死你！臭要饭的，滚！哟，来个多管闲事儿的，脏兮兮的，你管他干什么呀？弄脏你的手！老人家，你这腿可伤得不轻啊，可是染了什么恶疾？不是恶疾，不染人，脏了姑娘的眼。这条腿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得快点去看大夫，要不然整条腿都会废掉的。肚子都吃不饱，哪有钱去看大夫？你随我来。滚滚滚，赶紧滚！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快点走！走。滚滚滚滚滚，赶紧滚！我告诉你啊，臭要饭的，你下次再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晦气臭要饭，瞎了你的！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要和奶奶一起吃。你先吃吧，孩子。那你也快吃吧，我去给您开药方。哎，谢谢姑娘，谢谢了啊。慢点吃，孩子，慢点吃啊。这是给您开的药方，您按这个方子连服10副药，您的腿就能好的差不多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姐姐。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
谢谢。奶奶，这个姐姐走了，咱们没钱抓药怎么办啊？奶奶是怎么教你的？别人能帮你一时，但是不能一直帮你呀。咱们自己想办法。反正我这个腿也坏这么长时间了，一时半时，这个腿也断不了。没事的，快吃吧，快吃。老人家，这是那个姑娘留给您的，说是给您抓药用的。这么多？是啊，这些个钱啊，都够买个宅子供着孩子读书了。真是碰到好心人了，菩萨心肠。小仙见过青瑶仙子，你是？小仙乃是灵犀公主的仙婢，我家公主请您务必随小仙去山林族走一趟。灵犀？师姐，我母亲如何？国主的药可否给我看看？医仙，巫医吩咐过，每次用药都要饮尽，所以没有残留。医仙要想看药，请稍等片刻，待老奴去唤巫医过来。不必了，药渣即可，或者将盛药的碗碟拿来即可。去找找。是。师姐，别着急，看看便知。国师，灵犀公主带着桃林的青瑶医官来了。他们现在去了国主的寝殿，你去处理吧。是。师姐，可有不妥？这里面有川胆草、龙须肉、黄柳粉，应该还有北疆雪蛇退、手乌藤、合欢皮和火云山枣仁。我们猜错的话，这副药叫追仙散，最是温和，有滋补气血、安神固梦、修复经络的功效。是的，国主服了药之后，脸色都变得好看些了。你也跟师父学过药理，应该知道问题所在。我母亲中了摄魂之术，神魂重创，本就陷于梦魇之中，无法醒来。这个时候，应当一边调理身体，稳固元神，一边下猛药激荡神魂，将她唤醒，免得她长期陷于混沌之中，最终彻底归于虚无。这个时候用追仙散，就等同是要她的命。看来，这山灵族内有人不想让灵月国主醒来。一个小小的巫医怎敢如此胆大妄为？他后面肯定有人。快，去找崇明将军，让他立刻把巫医抓过来，不要惊动旁人。是。崇明将军去晚了一步，他赶到的时候，巫医已自毁元神而去，就连他的药方和医案也都一并毁了。看来这宫中有对方的耳目。我刚一进宫，他们就知道大事不妙，直接杀人灭口了。婆婆似乎知道什么。
老奴不知。婆婆是我母亲的心腹，陪伴她多年。这山灵族内，谁要是想对我母亲不利，就算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也该有怀疑的人了。公主，弑君是大罪，没有证据，妄加揣测，只会招来祸端。婆婆真的不知？真的不知。石婆婆不相信我，很正常。山灵族不同于天宫，这里地处神魔凡三界之间。如今众号叛乱，各部族惨遭凌虐，凌月国主又昏迷不醒，正是各方势力倾轧交缠之际。对方能够在天溪宫安插耳目，并且当机立断杀人灭口，可见是心狠手辣之辈。如今母亲病重，我们又势单力孤，就算知道是谁做的，也不可贸然出手。如若打草惊蛇，反而会害了母亲。你如今也不算是势单力孤，你现在是上神之身，又与锦绣国师颇有交情。他手握重权，你若去求他，他不会坐视不理。怎么，你不愿求他？还是你在怀疑他？自然不是。在凡间的时候，他拿命护我，而且回来之后，我也听说了一些事。当时我死在紫云台上，母亲悲痛之下身受重伤，又把责任都归在了他身上，怪他当年没能够找到我，才让我落得这般下场。之后便夺了他的国师之位，将他打入禁狱。后来众号攻占了天溪宫，他为了救百姓，被众号所擒，毁去双眼，身中7颗白骨钉，耗尽修为，流落凡间。我当初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双目失明，身受重伤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依然能够不计前嫌，苦心谋划，杀了众号，救下母亲。师姐，你说像他这样的人，我怎会怀疑他？那你为何？在凡间，他救我护我，甚至把命珠都给了我。我知道他是喜欢林墨的，可我不是林墨，起码我不全是林墨。所以你不知该怎么回应他。我本来打算看望完母亲之后便返回桃林，可如今母亲病重，身边又豺狼环伺，我怎能放心将她一人丢在这偌大的宫殿之中？但只要我留在这儿，只要你留在这儿，就不得不面对他。你不喜欢他，又觉得亏欠他，所以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其实，这也并不难。如今这6界之中，谁人不知战神九尘对一个桃林小仙一往情深？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你本就爱慕他，与他在一起，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呀。怎么，你还在怪他？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怪过他。那你为何不肯见他？师姐，你不觉得我很笨吗？我跟你一样出自桃林，可我没有学会半点爹的医术，还到处给你们惹祸，给你们添麻烦，害了爹又害了你们。他自从认识我，就一直被我拖累，屡次受伤，还险些丢了性命。你不要瞎想了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可是我不想再做这么没用的人了，我不想再依附于他，不想别人提到我跟他，就只是觉得是他眼睛瞎了，脑子坏了，竟然会看上这么个没用的小仙。我想做一个能够匹配得上他的人，一个站在他身边，不被别人笑话的人。不过我相信神尊他不会在乎的。可是我在乎。师姐，我不想以后遇到麻烦，就只能等着别人来左右我的命运。
等着别人来大发慈悲，等着别人让我生，或是让我死。我不想再这样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们的灵犀长大了。你放心，你不需要依靠别人，你还有我。师姐一定会帮你治好灵月国主。等她醒来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谢谢师姐。自家人跟我说什么谢啊？不过，不知道你这位上神要成长到什么地步，才算配得上神尊啊？哎呀，他那么喜欢你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在福音殿，我都有点心疼他喽。他凡事都爱自己做决定，从来都是这样，把我当成小孩子，也不告诉我，也不与我商量的。那就让他尝尝被人丢下的滋味吧。哟，还说不怨他呢？我看你这怨气可是一点都没消。神尊怎么了？病了？神尊仙法以真化境，早已寒暑不侵，怎么可能生病呢？那为何喷嚏不止？难不成是寒疾又犯了？神尊，属下去请药王来吧。不必了。我都说了不要多此一举了。人们常说，这打喷嚏啊，定是有人念叨。神尊，属下猜测，定是有人想你。神尊，天雷殿的人目前正在盘查血月之夜当日没有在天宫丹食的各宫仙娥，目前已经查到咱们浮云殿了。这有什么好查的？咱们浮云殿也就一个仙娥。哎，华言，那日你在殿中吗？回凯阳将军的话，花颜在的。这不就结了吗？咱浮云殿可不止花颜一个仙娥呀。哦，还有13嘛？13没有问题，他当日一直在我司命殿。哦，13在你司命殿啊？听说你们2位已经互换了婚帖，不日就要大婚了，真是恭喜恭喜呀！休得胡说，没有那事啊！哎，司命，整个天宫的人都知道，这13呢，以前虽然是我们的兄弟，但是现在可是地地道道的女仙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欺负女人呢？我欺负她？你每天都欺负她呀？我哪欺负得过她呀？你们最近都挺闲的啊。神尊，我们是看您最近一直闷在殿中，怕您无聊，所以特地过来替您解闷的。那咱们可就走了。走了。小仙告退。华音，华音。哦，神尊。你也下去吧。是。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
师尊说的没错，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。